以色列终于要全力出手了。在遭到哈马斯武装袭击后，以色列在第一时间集结了30万大军，包围了加沙地带。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黎巴嫩、埃及等国纷纷开始战争动员。为了保障己方能够多线交战，以色列决定再度扩军至70万。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中东局势。最近加沙地带的冲突局势持续升级，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双方相互发动袭击，导致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在冲突爆发的初期，以色列由于情报失误，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有些难以应对，从而出现了大量伤亡。然而以色列并未坐以待毙，他们立刻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发起铁剑行动，无数战机起飞，对700多个目标展开了空袭轰炸。哈马斯的情报总部、军工厂以及2家银行都成为了以军的攻击目标。除此之外以色列还组建了战时紧急政府。上次以色列这么做还是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爆发后。这个所谓的战时紧急政府权力极大，包括不经议会授权就可以参与战争，并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当前以色列已经召集了10万名预备役兵员，组成了30万人的大军，并对加沙地带实施军事封锁，并且向加沙地带的平民喊话，要求向南撤离。而以军则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里就有个问题：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以军动员30万预备役，为何2023年的哈马斯之战，以军动员30万人呢？毕竟以色列的战斗力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实战经验甚是丰富，海陆空3军齐备，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可以和美国相比。反观哈马斯麾下的军事力量，只有一个萨卡姆旅，人员大约在5万人左右，除了自制火箭弹之外几乎没有重武器。军事行动多以人海战术或者偷袭、渗透战术为主，若真的在战场上拼刺刀，战斗力就未必有多强了。但这次的巴以冲突和之前的中东战争有所不同。在第4次中东战争之中以色列面对着阿拉伯国家的60多万军队和4000多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军队都是正规军，目标明显。而哈马斯的目标是地方武装，没有明显的军服标志，很容易混在百姓当中，因此以色列只能选择封锁加沙。这样一来就需要用到大量的士兵。加沙地区陆地与外界接壤的距离是71公里，其中与以色列接壤长度59公里，与埃及接壤长度12.6公里，在西面则是海域，因此以色列军队可以封锁的区域是59公里，而以色列军队一个野战旅的正面部署宽度只有5到7公里，以色列军队要封闭59公里，至少需要7个到10个旅。同时一个封锁区至少要有3层，1层阻击力量，2层快速反应支援力量，3层机械化部队和炮兵单位。而且以色列已经说了，要进行一场持续数个月的战斗，那么就要进入人员轮换，这意味着以军在加沙地区至少要保持14到20个旅，才能完成对加沙地区的封锁，甚至是分区包围、分区清剿行动。除此之外以色列还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警惕其他方向的攻击。比如在10月9号，黎巴嫩地方武装就突然对以色列国防军展开炮击，双方在边境地带互射火箭弹。黎巴嫩地方武装声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除此之外以色列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开始摩拳擦掌，火药味十足。在黎巴嫩率先开火后，埃及也开始全面备战。埃及当局9号正式警告以色列立刻停止对加沙地区的越境空中打击活动，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以方承担。当天，埃及东部军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动员，埃及与加沙地区接壤的拉法赫边境检查站和军事禁区全面进入战备状态。除此之外大量的埃及老兵被紧急征集入伍。根据埃及当地媒体传出的消息称，埃及第2野战军司令阿拉法特中将目前已经下令紧急召回该部队的全部休假士兵和军官，并进入全面戒备状态。这显然直接与当前的巴以冲突有关。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埃及的第2野战军可能将开播至西奈半岛，甚至可能将越境直接介入巴以冲突。其中，埃及第2野战军是一支成立于1968年的老牌部队，总兵力达到12万人。
曾在著名的赎罪日战争及第4次中东战争中和以色列激战。该部队呢，目前也是埃及守卫北苏伊士运河的王牌部队。如果埃及要介入这次冲突，动用这支王牌军，显然是首选之一。另一边的美国显然也是嗅到了一些风吹草动，虽然美国方面呢暂时没有公开指控埃及介入了这次巴以冲突，但美驻埃及大使馆却在当地时间周一悄悄发布了一则安全警报，明确指出以色列局势仍然难以预测，埃及地区美国公民应该保持谨慎。这一方面呢，可能是在担心巴以冲突可能会危及与之相邻的埃及地区，但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在担心埃及方面有可能介入其中，导致这场巴以冲突升级为第6次中东战争。因此有不少人推测，在最坏的情况下，以色列可能将被面临被围殴的局面。这将是自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面临的最糟糕的处境。诸多对以色列不满的国家和地区势力将掀起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在南部，以军将不得不直面埃及军队和来自加沙地带的各路巴勒斯坦武装；东面，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很可能会同时爆发针对以色列的行动，从而迫使以色列分兵对抗。而在北部，以色列还要面临来自黎巴嫩武装的压力。除此之外呢，伊朗也很可能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实施越境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开始了大扩军。事实上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察觉到了局势有可能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方面正在组织特别航班，帮助海外的以色列预备役和现役军人紧急回国。以外交部长科恩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原本是有18万现役，在动员了30万预备役后，又动员了6万人。有消息显示，以色列国防军很可能将最终动员70万人。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武装该国南部居民，继允许平民使用民用枪支自卫后，又向南部400个定居点的平民快速反应部队分发了1万支突击步枪，很快还会分发更多的装备，包括机枪、头盔、防弹衣和通讯装置等。看起来以色列国防军准备来个大动作，不仅要消灭哈马斯，还准备痛击任何试图介入的其他方面，诸如伊朗、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等等。不过，虽然相较于周围一圈的国家，以军并不占据人数优势，但在武器装备上，以色列有绝对的空军、炮兵和装甲优势。先前哈马斯打完就跑，就是因为无力在正面对抗以军，因此希望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地带的数十万房屋中打残酷的巷战。对以色列而言，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的战争和之前呢有了很大的区别，巷战成了一种趋势，也成了现代化战争中难以克服的挑战。远的不提，仅仅是近几年几场大的巷战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2016年的阿勒颇战役、摩苏尔战役、俄乌战场上的马里乌波尔战役、巴赫穆特战役，都消耗了攻城者的大量时间，而且巷战也给进攻者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耗时非常长。而倘若在加沙地带进行巷战，则是更加艰难。加沙地带虽然是一块很小的狭长地带，但里面生活着200多万人，人群房屋密集度非常高，很拥挤。此外，加沙地带还有着不少的四通八达的地道，所以对以色列而言，进入这一区域清剿哈马斯武装可是要面临不小的挑战。它甚至会比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遇到的挑战更大。而且一旦以军陷入加沙，那么其周边国家也很有可能会趁机动手，这并非杞人忧天。当前黎巴嫩地方武装以及叙利亚都已经开始行动了，双方在边境的炮击不断。如果以色列深陷加沙，不能排除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力量会对以色列来一场地面战。不过还好，以军并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依然没有进入加沙地带，只有少数特种部队进入，并且成功抓获了哈马斯高级成员。同时，对于叙利亚的袭击，以色列也及时还以了颜色。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2座机场，它们分别位于首都大马士革和北部城市阿勒颇。当前呢，2座机场已经无法运营，伊朗外长所乘的飞机也被迫改道。而以色列之所以要对机场出手，现在看来呢，主要是有3大目的。首先，阻止伊朗通过叙利亚向加沙地区运输武器弹药；其次是警告叙利亚军队不要出动米格29战机、远程炮兵支援加沙地区，对戈兰高地展开反攻；最后呢，是震慑在叙利亚的数万伊朗系武装不要参战。
一旦参战，以军将会对戈兰高地展开猛烈轰炸，同时切断伊朗向叙利亚运输线。另外呢，以色列也并非是孤军奋战。在巴以冲突爆发的一天后，也就是10月8号，美国福特号航母战斗群紧急转向驰援以色列。到了10月10号，福特号已经抵达了以色列附近，与其同行的还有1艘导弹巡洋舰和4艘导弹驱逐舰。同日呢，美国还给以色列送去了第一批武器弹药。拜登总统承诺将保障以色列在这场冲突当中拥有所需的自卫物资，并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 GBU-39空射型炸弹，以补充以色列空军弹药量。这种250公斤级制导炸弹的特点呢，是炸弹成本相对很低，毁伤也偏低，但精度非常高，精度达到5米以内，装药量大约几十公斤，适合城市攻坚战使用。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带来了大量的铁穹拦截弹，这也让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没有了后勤的忧虑。除此之外呢，有消息称美军特种部队也已经开始行动了，与以色列国防军联合解救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以双方已经开始分享情报了。这还没完，到了10月10号，美国防部官员称，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及其护航军舰已经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拔锚起航，很可能会被部署到以色列海岸附近的水域，预计耗时20天。除此之外呢，为了防止伊朗参战，美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示，美国保留冻结在卡塔尔银行60亿美元伊朗资金的权利，现在将严格监控伊朗对资金的使用动向。其实呢，这就是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一旦参战或者武器支援，美国就先扣押伊朗海外资金。不过实际上呢，现在伊朗也很难直接支援加沙地区。显然，美国此次一口气出动2个航母战斗群，并且向伊朗喊话的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威慑中东诸国不要轻易动手。但这一举动却被一些国家会错了意。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也门胡塞武装首领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如果美军参加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对加沙地区发动攻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将会参战，发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国目标，支持巴勒斯坦。而除了美国之外呢，英国首相苏纳克也在12号表示，为了向以色列提供实际支持，并提供威慑和保证，英方将部署包括 P8 侦察机、监视设备、2艘辅助船和3架梅林直升机和1个皇家海军陆战队连在该地区待命。此外呢，英国在以色列、塞浦路斯以及整个地区的军事小组也将得到加强，以此支持此应急计划。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周边的一些国家火药味十足，但当前许多国家仍主张对局势进行斡旋，而非推动其进一步升级。比如德国总理舒尔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表示希望能够实现局势的尽快降级，而埃及总统塞西也表示愿意努力调解并且缓和局势，这似乎暗示了埃及方面可能并不会很快采用武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